爷爷临终前留下来一本鉴宝秘籍，我靠着这本鉴宝秘籍帮助表哥把古玩公司做到市值10亿。结果上市分红那天，表哥给看场子的二哥1亿分红，却只给了我一块碎掉的不知名的边角料。老三，这可是我特意给你留的，拿回去垫桌脚吧。表哥顾影行的古玩公司上市这天，整条街都被豪车堵死了，两边的花篮落了3层，红绸子上写的全是吉祥话。武士队敲了一上午锣鼓，鞭炮碎屑被风吹得到处都是，环卫工人扫了3遍还没扫干净。我站在2楼宴会厅的角落里，靠着墙，手里端着一杯没动过的香槟，香槟的气泡一颗一颗往上冒，在杯口炸开，发出细不可闻的声响。我盯着那些气泡看了很久，脑子里什么都没想。这3年，我习惯了这种放空的状态。地下仓库没有窗户，没有白天黑夜，唯一的声响就是排风扇的嗡嗡声。但即使换了新西装，我站在这个宴会厅里，还是像一个走错片场的群众演员。周围的男人全是定制西装，领带打得一丝不苟，袖扣在灯光下闪闪发光。没有人注意到我，我手里端着一杯没喝过的香槟，安静地等待着什么。等待什么呢？我自己也说不清楚。或许是在等这场闹剧快点结束，或许是在等那个站在舞台中央的男人。终于想起角落里还有一个人，表哥顾影行站在主舞台上，一手举着香槟，一手插在裤兜里，姿态松弛又自信。他身边站着二哥顾影辉，顾影辉今天也捯饬得人模人样，一身灰色西装，手腕上那块表我认得，百达翡丽的鹦鹉螺，上个月刚出的新款，公价50多万。他端着酒杯的手微微发红，显然已经喝了不少，脸上的笑容比大哥还要夸张。舞台两侧的大屏幕上循环播放着公司的宣传片，画面里偶尔闪过几个十分模糊的身影，蹲在成堆的器物中间埋头干活。那些身影里有一个是我，但没有人能认得出来。顾影行西装革履地站在新公司的大楼前，背后是烫金的招牌，字幕打出“顾氏古玩文化集团”，市值突破10亿，全场掌声。借各位贵宾赏脸，今天是我顾影行的大日子，也是咱们江城古玩界的大日子。顾氏3年做到10个亿，顾总真是神了！是啊，顾总这是要带领咱们江城古玩界冲出亚洲，走向世界呀！3年前，我顾影行就是一个收破烂的，蹲在路边摊上跟人讨价还价，为了几10块钱的茶价，能磨上半天嘴皮子。但是我这人有个优点，就是不服输，我认准的事儿，撞了南墙也不回头。3年前我自己跟自己说，顾影行，你要么不做，要做最大的。顾氏集团上市了，市值10个亿，我兑现了自己的承诺。我大哥这个人，我从小就知道他不一样。他小时候过年，别人家小孩拿压岁钱买鞭炮，他拿压岁钱买古董。顾氏集团能有今天，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。老二这3年东奔西跑，全国各地收获，吃过的苦比我多得多。有一年冬天在山西，大雪封了路，他一个人在车里困了2天2夜，差点没冻死。顾影辉配合的低下头，摆出一副往事不堪回首的表情。顾家兄弟这是一条心，可不是吗？老大掌队，老二跑外，配合的天衣无缝。顾家还有个老三，哪个老三？就是顾景行的表弟，好像也在公司做事，咱没听说过，不太清楚。没怎么露过面，当然没怎么露过面，因为我这3年根本不在人间，我在地下仓库里待了整整3年。3年前，顾影行租下了城西一栋老居民楼的地下室，改成仓库。那个地方没有电梯，要从地面往下走2层，穿过一条没有灯的走廊，推开一扇生锈的铁门才能到。地下室的地面是水泥的，永远泛着潮气，墙上刷了一层白灰，但白灰下面渗着水渍，黄一道黑一道的，像一幅抽象画。头顶只有一盏白炽灯，40瓦的灯泡照得整个空间昏黄昏黄的。夏天的时候，地下室热得像蒸笼，空气不流通，汗味和霉味混在一起，让人想吐。我买了一个小电扇，对着自己吹，但吹出来的风都是热的，没什么用。冬天更惨，冷得像冰窖。我裹着军大衣坐在板凳上，手冻得僵硬，拿不住东西。有时候需要精细操作，我就把手放在嘎吱窝里暖一会儿，暖热了再拿出来干活。吃住都在那里，公司没有给我另外安排住处。老三，地下室上面有个隔间，收拾一下就能住，省得来回跑浪费时间。我想了想，觉得他说的有道理，就搬进去了。隔间不到10平米，放了一张行军床，一张折叠桌，一个塑料凳子，没有窗户，白天也要开灯。墙上有一个排风扇，嗡嗡响了一整天，把外面的灰尘和噪音一起抽进来。我在那个地方住了3年，3年里我做过什么？没有人知道。3年里我吃过多少苦？没有人问过。3年里我流过多少汗，熬过多少夜，受过多少伤，更没有人在意。他们只在意一件事：我能不能从那堆造假文物里找出真文物。我的本事是从爷爷那里传下来的。爷爷叫顾守拙，在江城古玩界是个响当当的名字。他不做买卖，不开店，一辈子窝在老宅里，对着各种残片做研究。有人请他长眼，他就去；没人请，他就自己待着。爷爷常说一句话：古物虽无言，
却从不欺人。爷爷把这些东西写成了一本笔记，手写的，毛笔小楷，一笔一画，工工整整。笔记里画了很多图，青铜器的纹饰，瓷器的开片，玉器的沁色，每一笔都画得很仔细。旁边密密麻麻写着批注。那本笔记我翻了不下1000遍，纸张早就泛黄了，边角都卷起来了。我用胶布粘了又粘，封面上爷爷写的“手捉藏针”4个字已经被磨得看不太清了，但笔记里的每一个字我都记得，不只是记得，是刻在骨头里的那种记得。爷爷临终前把这本笔记交给我，握着我的手说了一句话：“老三，你是顾家最有灵气的孩子，这些东西交给你，我放心。但你要记住，这行当里最不值钱的就是本事，最值钱的是守住本事的耐心。”我当时不太明白这句话的意思，现在我明白了。爷爷的本事传给了我，但我没有照搬，我在他的基础上自己摸索出了一套东西，听声辨气。这件本事爷爷不会，是我自己琢磨出来的。方法说起来很简单。器物拿在手里，轻轻一敲，听回声的清脆、沉闷、长短、余韵，就能判断材质、年代、真伪。但做起来难如登天，因为不同的材质回声不同，不同的年代回声不同，不同的保存环境回声也不同。你需要把这几千种组合全部记在脑子里，然后在1秒钟之内做出判断。我花了5年时间练这个本事，前2年每天对着不同的器物敲，敲完记在本子上，记完再敲，敲完再记。第3年开始盲测，蒙上眼睛敲，靠耳朵判断。第4年准确率已经很高了，但我还是不满意，继续练。第5年我可以在一堆赝品闭着眼睛把真货挑出来。这个本事除了爷爷，我没有告诉过任何人。顾影行不知道我是怎么做到的，他只知道我眼睛毒，能看出别人看不出的东西。他以为我是靠看的，不知道我真正的底牌是耳朵。3年前，顾影行来找我，那天他拎了2瓶茅台，1袋卤菜，坐在我家客厅里，跟我聊了一整个晚上。他说的那些话，我现在还记得很清楚。老三，哥知道你本事大，你那眼睛整个江城找不出第2个，你跟着哥干，咱们兄弟齐心，做大做强，哥不会亏待你的。公司是咱们3兄弟的，有哥一口吃的，就有你一口。你看老二，他就跟着我干，现在1年到手100来万，你比他强多了，你来了肯定比他拿得多。他说这些话的时候，眼睛是红的，我不知道那红是真的还是假的。我信了，我相信你。我想相信亲戚之间是有情分的，我想相信我付出的心血会有回报，我想相信这个世界不是谁口门大谁就有理的。结果我错了。第1年，他让我鉴定一批新到的货，我干了1天1夜，从300多件器物里挑出了7件真品，其中1件是明代宣德炉，品相极好，后来卖了300多万。他给了我5000块钱，说是辛苦费，我没说什么，因为那时候公司刚起步，确实没什么钱。我想着等公司做大了，他会记得我的好。第2年，公司开始赚钱了，他给顾影辉买了一辆顶配的奔驰，带他去欧洲玩了一趟。回来的时候，顾影辉给我带了1盒巧克力，说是出差礼物。那盒巧克力我放在桌上没舍得吃，后来天气热，化了一滩，我也没说什么，因为我想着他是2哥，跑外勤确实辛苦。我在仓库里待着，风吹不着，雨淋不着，不用那么计较。第3年，公司要上市，顾影行开始频繁地出现在各种媒体上，接受采访，参加论坛，跟各路大佬合影。每次有人问起公司的鉴定团队，他都含糊其辞地带过去，说我们有业内顶级的专家团队，从来没有提过我的名字，一次都没有。我那些天一直在等他来仓库跟我说一句：“老三，公司要上市了，你的股份我准备好了。”或者“老三，这些年辛苦你了。”你的功劳我都记住，或者哪怕是老三，再等等，等上市之后什么都好说，什么都没有。他来过仓库3次，第1次来拿走了我刚刚鉴定出来的一批精品，说客户等着。第2次来带了一个摄影师，在仓库里拍了10分钟的宣传素材，他让我躲在镜头外面，说你不上相。第3次来站在仓库门口，捂着鼻子说了一句这地方味道真大，然后走了。3句话，3年3句话，平均1年1句。顾影行在台上又说了几句场面话，然后端着酒杯开始挨桌敬茶。他走到哪桌，哪桌就响起一片恭维声，有人喊顾总，有人叫顾哥，还有人举起酒杯站起来，恨不得把脸贴到他跟前去。顾影行来者不拒，跟每个人碰杯，跟每个人合影。他的笑容精准的像量过尺寸，嘴角上扬的弧度，露出的牙齿数量，眼神的亲切程度，都拿捏得恰到好处。一圈酒敬下来，他脸上泛起了红光，脚步也有些飘了，但精神头还是很好。眼睛亮得像2颗星星。他站在宴会厅中央，环顾四周，那神态像一个国王巡视自己的领地。然后他的目光落到了我身上，那一瞬间，全场所有人的目光都跟着他，齐刷刷地转了过来。顾影行朝我走过来，皮鞋踩在大理石地面上，发出清脆的声响，不紧不慢，每一步都走得很稳，每一步都带着一种笃定的从容，好像全世界都在。周围的声音渐渐醒，所有人都注意到了这个方向。那个是谁？顾景行的表弟。
听说在公司做事，做什么事儿不太清楚，好像是管仓库。管仓库的也能来这种场合啊？议论声像一曲苍蝇，嗡嗡的在我耳边打转。顾影行走到了我面前，他比我高半个头，微微低头看着我，嘴角挂着笑，那笑容很复杂，有得意，有施舍，还有一丝说不清道不明的轻蔑。老三，声音不大不小，刚好让周围几桌人都能听见。辛苦了啊！他从西装内兜里摸出一个东西，是一块边角料，玉的边角料，灰白色的，形状不规则，大概有手掌大小，玉质浑浊，杂质很多，表面有几道裂纹，一看就是大料切完后扔掉的废料。这种东西在古玩市场上10块钱能买一堆。他2根手指捏着那块边角料，在我面前晃了晃。这是你的分红。然后他一松手，边角料掉在地上，砸在我的鞋尖上，弹了一下，滚到脚边。拿回去垫桌角吧。整个宴会厅死一般寂静，所有人都看着我，眼神里混杂着同情、敌意和看好戏的幸灾乐祸。我没有去看脚边那块垃圾，而是缓缓抬起头，直视着顾影行的眼睛。我一字一句的开口，声音不大，却像冰锥一样刺破了这片虚伪的喧嚣。顾景行，记住了，今天你用这块石头羞辱我，扯了扯嘴角。明天我会让你跪着求我，用你的全部身家来换这块石头。说完，我没有再看他一眼，转身挤出人群，在无数道惊诧的目光中，头也不回地走出了这间金碧辉煌的宴会。我刚走出酒店，拐进小巷子，一辆面包车就猛地停在我面前。车门拉开，几个壮汉跳了下来，二话不说，直接将我架进了车里。黑暗中，一只麻袋套上了我的头，我闻到了一股浓重的烟草和劣质香水混合的恶心味道，是二哥顾影辉手下人的声音。老三，别怪我们心狠，他的声音带着酒气。大哥说了，阴冷又得意。你这种养不熟的白眼狼，留着就是祸害。把你藏着的那本笔记交出来，我们还能给你留条活路。我没有说话，回应我的是一顿劈头盖脸的拳打脚踢，剧痛从身体各处传来，骨头仿佛都要散架了。就这点钱，看来你这3年真是白干了。说，你是不是还藏了别的东西？我依旧沉默。他们打得更凶了，不知道过了多久，车停了，我被他们像扔垃圾一样扔在了一个偏僻的巷子。我躺在冰冷的地上，浑身剧痛，连动一根手指都觉得费力。雨水混着血水从我脸上流下，视线一片模糊。顾景行、顾景辉，你们做的真绝！你们以为拿走了我的钱，偷走我的笔记，我就一无所有了吗？你们错了，我真正的财富从来不在银行卡里，也不在这双手上，它在我脑子里，在那个你们永远也找不到的地方。我挣扎着爬起来，一步一步踉踉跄跄地朝着城郊的方向走去。那里有一间我用假身份租下的旧仓库，那才是我真正的宝。3天后，江城古玩界被一条消息引爆了，号称1000年未见的传国玉玺泰安印重现于世，持宝人正是我顾老三。消息一出，顾影行的顾氏集团股价应声暴跌，无数记者和收藏家堵在我那间破仓库门口，想一睹国宝真容。顾影行和顾影辉也来了，他们看着被众人簇拥的我，脸色铁青，眼神里写满了难以置信。不可能，他就是个骗子，这东西绝对是假的。顾影行则要冷静得多，他挤出人群，对着各路媒体镜头，痛心疾首地说道：“各位，这是我表弟，他可能因为一些误会对我心怀权恨，才拿出赝品来混淆视听。我们顾氏集团愿意出资，请全国最顶级的专家来联合鉴定，给大家一个真相。”他玩的是一招以退为进，既显示了自己的大度，又给我设下了圈套。我冷笑着看着他，点头应允。好啊，那就公开鉴定。鉴定会就设在江城博物馆。那天，几乎全国的媒体和古玩界大佬都到场了。那枚泰安印被放置在铺着红色天鹅绒的展台上，在聚光灯下散发着温润而威严的光芒。鉴定过程很顺利，几位白发苍苍的老专家轮流上手，又是用放大镜看，又是用仪器检测，最后得出的结论一致。无论从材质、包浆还是雕工来看，这都是无价之宝。就在首席专家准备宣布最终结果时，意外发生了。二哥顾影辉突然像疯了一样冲上台，一把推开专家，咆哮着：“假的，都是假的！”他抱起展台上的泰安印，用尽全力朝地上砸去，啪的一声脆响，玉玺在坚硬的大理石地面上摔得四分五裂，全场一片死寂。所有人都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幕惊呆了。顾影行第一个反应过来，冲上去一把抱住发疯的顾影辉，脸上是恰到好处的惊恐和悲痛。你疯了！完了，所有人都这么想，国宝被毁，我顾老三这辈子都完了。然而，我却站在原地，连眼皮都没眨一下。我慢慢的走上台，在众目睽睽之下，捡起一块碎片，我将碎片举到灯光下，对着所有人，也对着面如死灰的顾家兄弟，平静的开口：“各位别紧张，这件是复制品。”我的话音刚落，
全场再次陷入了更深的震惊。我看着顾影行瞬间僵硬的脸，嘴角的笑意更浓了。我早就料到你们会来这么一招，不愧是兄弟，一个唱红脸，一个唱白脸，演得真好。我从怀里取出一个同样的锦盒，缓缓打开，另一枚一模一样的泰安印静静地躺在里面，光滑内敛，气度万千。与这枚相比，刚才摔碎的那件瞬间显得匠气十足。我爷爷教过我2本本事，一样是鉴宝，另一样是仿造。我能从一堆垃圾里找出宝贝，自然也能把宝贝仿铸的天衣无缝。这件仿品是我花了2天时间做的，专门为你们准备的。怎么样，喜欢这份大礼？顾影行的脸从铁青变成了惨白。他知道他彻底完了，事情的结局没有任何悬念。顾家兄弟恶意损毁文物的视频传遍全网，顾氏集团股价一泻千里，随即被查出偷税漏税、商业欺诈等一系列问题，很快就宣告破产，两人也锒铛入狱。那天，我拿着那枚真的泰安印，回到了当初被羞辱的锦兰酒店。我包下了整个宴会厅，只请了一个人，王叔。我将顾影行当初扔给我的那块玉石边角料放在桌上，王叔端详了半天，又看了看那枚泰安印，突然倒吸一口冷气。孩子，这块边角料和这玉玺是同一块料子切下来的。我点了点头，心中百感交集。3年前，我从那堆废料中一共找到了8件宝贝，前7件我给了顾影行，让他平步青云，而这第8件也是最珍贵的一件，我藏了起来。我将玉玺本体取出，却把制作玉玺时切下来的那块边角料混在那堆赝品里，故意让顾影行发现。他有眼无珠，将无价之宝当成垃圾扔给了我，亲手送还了我翻盘的最大底牌。这大概就是天意。就在我感慨万千时，一个穿着中山装的老者不知何时出现在了我桌旁。他没有看我，目光灼灼地盯着那枚玉玺和那块边角料，声音沙哑而激动：“传说是真的，阴阳双印，合二为一，便能找到传说中的始皇陵。”老者缓缓抬起头，看向我，眼神深邃如海。年轻人，这枚印你卖吗？我看着眼前的老者，他年纪在70上下，身形清瘦，但站得笔直，像一棵老松。一身剪裁合体的中山装，纽扣扣的一丝不苟，袖口干净平整。他的眼神很静，像一口深井，看不出情绪，但里面沉淀着岁月和见识。老先生，这东西不卖。我平静地回答。王叔在一旁拉了拉我的衣袖，眼神里带着急切。他大概觉得我疯了，这种神秘人物开出的价码绝对是天文数字。老者似乎并不意外，他只是微微点头，问道：“为什么？价钱可以谈，任何价钱都可以。东西有价，但有些东西是不能用价钱来衡量的。我更想知道您为什么想买。”我特意在为什么上加重了语气。老者沉默了片刻，那双深邃的眼睛仔细地打量着我，像是在评估一件稀世珍宝。半晌，他从中山装的内袋里掏出了一个红色的证件本，轻轻放在桌上，推到我面前。我没有去碰那个证件本，但我知道它代表着什么。王叔只瞥了一眼，就猛地站起身，脸色瞬间变得煞白，嘴唇哆嗦着，一个字也说不出来。他下意识地退后2步，身体微微弓着，那是普通人面对绝对权力时本能的敬畏。现在可以谈了吗？老者的声音依旧平静。我拿起桌上的酒杯，将杯中剩余的香槟一饮而尽，冰凉的液体划过喉咙，让我的头脑更加清醒。可以。我放下酒杯，身体前倾，双手交叠放在桌上，摆出了一个谈判的姿态。但这东西我不卖，我要捐给国家。老者和王叔同时愣住，王叔看我的眼神已经从觉得我疯了，变成了觉得我彻底傻了。老者的眼中第一次露出一丝惊讶，但很快又恢复了平静。你的条件呢？我的条件很简单，我一字一句地说道。关于始皇陵的任何项目，从勘探到发掘，我必须是核心成员，并且拥有1票否决权。这不是狂妄，而是自信，因为我知道这枚泰安印就是钥匙，而我是唯一懂得如何使用这把钥匙的人。爷爷的笔记里，除了鉴宝知识，还记载了许多不为人知的秘闻和家族流传下来的孤本简。关于这枚阴阳双印的用法，只有我知道。口气不小。老者看着我，眼神变得锐利起来。年轻人，你要知道，那不是普通的考古项目，它的重要性和复杂性超乎你的想象。我们需要的是顶级的专家，不是一个运气好的年轻人。我笑了。运气？您觉得我能从顾影行的局里脱身，靠的是运气？您觉得我能找出这枚玉玺，靠的也是运气？我伸出右手，轻轻在那块玉石边角料上敲了一下，叮，一声清脆的回响，在安静的宴会厅里扩散开来。这块料子产自昆仑山龙脉之人，
深埋地下3000年，受地火淬炼，又得冰泉浸润，质地已经超越了寻常玉石的范畴。它内部的结构比金刚石还要稳定，所以声音清丽，余韵悠长，绕梁3日而不绝。我又伸出手指，在太安印的底座上轻轻一弹，一声沉雄的嗡鸣响起，仿佛来自远古的钟声，带着一种镇压山河的威仪。而这枚印玺成型之后，历经2000多年岁月，吸收了无数的人间烟火和帝王龙气，内部结构发生了奇妙的改变。它的声音不再是玉石之声，而是金玉之声，沉雄厚重，如洪钟大吕，震慑心魄。我收回手，看着老者，这种本事，您觉得是运气吗？老者的眼神彻底变了，从审视变成了震惊，最后化为一丝难以掩饰的欣赏和激动。他身后的随从不知何时已经出现，手里捧着2个一模一样的锦盒。老者示意他将锦盒放在桌上，并排打开。锦盒里是2片巴掌大小的青铜残片，上面的纹饰和锈色几乎一模一样，肉眼根本看不出任何区别。这是春秋时期的越王勾践剑的残片。老者指着2个锦盒，一片是真的，另一片是当时最高明的仿造大师耗费3年心血做出来的，连最精密的仪器都检测不出差别。你来分辨一下，这是一个考验，一个决定我能否入局的终极考验。王叔紧张的额头冒汗，死死地盯着那2块残片，我却没有看，而是直接闭上了眼睛。周围的光线、色彩、形状全部消失，整个世界只剩下声音。我伸出手指，先在左边的残片上轻轻敲击，哒一声沉闷短促的声音，就像石子落入一潭死水，没有涟漪。然后我敲击右边的残片，铮一声清越的剑鸣瞬间贯穿耳膜，那声音里仿佛带着金戈铁马的肃杀，带着卧薪尝胆，带着3000越甲可吞吴的决绝。我甚至能从这声音里看到尸山血海，闻到铁锈与血腥混合的味道。我猛地睁开眼睛，右边是真的。我斩钉截铁地说道。老者没有说话，只是死死地盯着我，仿佛要将我看穿。半晌，他缓缓地鼓起了掌，掌声不响，但每一声都敲在了在场所有人的心上。爷爷说，古物虽无言，却从不欺人。耳朵有时候比眼睛更可靠。我姓秦，欢迎你，顾锦怀先生。从今天起，你不再是什么顾问，而是九鼎计划的特别行动组组长，整个项目都由你来全权负责。我伸出手握住了他那只布满皱纹但依旧有力的大手。窗外夜幕已经降临，但江城的万家灯才刚刚开始亮起。我知道我的人生也才刚刚开始。那个在阴暗地下室里待了3年的顾老三已经死。从今以后，我将踏上一条前无古人的道路，去揭开那个埋藏了2000多年属于整个华夏民族的终极秘密。而第一步就是整合我手中的资源。我送走了秦老，只留下王叔。王叔，帮我做几件事。先生，您吩咐。王叔的态度已经变得无比恭敬。第一，成立一家新的公司，就叫藏真阁，我要收购城西那片旧仓库区全部。第二，帮我联系国内最好的玉雕、青铜器和瓷器修复专家，我要组建一个团队。第三，我递给他一张纸条，上面是爷爷笔记里提到的一个名字，他叫鬼手章，一个几10年前就销声匿迹的顶级文物仿造大师。我要知道他的一切是生是死，有没有后人。王叔接过纸条，重重地点了点头，转身离去。我独自一人留在空旷的宴会厅里，拿起那块玉石边角料，在指尖轻轻摩挲着，冰凉的触感传来，但我却仿佛能感受到它内部蕴藏的巨大能量。顾隐形，你永远不会知道你扔给我究竟是什么。它不是一块垫桌脚的石头，它是打开一座帝国宝藏的另一半钥匙，也是我顾老三搅动天下风云的第一块基石。王叔的办事效率比我想象的还要快。3天后，城西那片旧仓库区的产权就已经全部过户到了藏真阁的名下。那片地方占地将近20亩，紧挨着老工业区的边缘，周围全是荒废的厂房和待拆迁的棚户区。开发商嫌这里地段偏，政府嫌这里土造成本高，于是就这么慌了事情。但对我的计划来说，这是绝佳的位置，足够偏僻，足够隐蔽，而且地下空间足够大。我让王叔找来了施工队，开始对这片仓库进行改造。表面上只是在做简单的翻新，但实际上我在其中3座仓库的地下各自开挖了一层。这个工程需要时间，而我现在最缺的恰恰也是时间。秦老给我打过一次电话，语气不急不缓，但话里的分量很重。九鼎计划的准备工作已经在推进，但上面的人对我这个一步登天的特别行动组组长颇有微词，有人不服。秦老说的直白，他们认为你太年轻，资历太浅，单凭一块玉玺和一手听声的本事，担不起这么大的责任。所以呢？所以你需要一个机会，证明你不是只会鉴宝，你需要证明你有能力带团队，有能力解决别人解决不了的问题。什么样的机会？我会安排你列席，国家文物局会有一个闭门会议，会议的主题是讨论要不要重启始皇的工作，但能不能说服那些老学教，看你自己的本事。我放下电话，站在仓库的2楼，
看着下方工人们在脚手架间穿梭忙碌，焊枪的火花像流星一样坠落，在水泥地上砸出细碎的光点。3年前，我一个人蹲在地下室里敲器物；3年后，我要在一群老专家面前敲碎他们的傲慢与偏见。人生有时候就是这么讽刺。王叔从楼梯口走上来，手里拿着一个牛皮纸信封。先生，您让我查的人有消息了。我接过信封，抽出里面的文件。鬼手张，本名张墨林，生于1928年，卒年不详。原是琉璃厂最有名的仿造师，专门仿制明清官窑瓷器，手艺之精，连老专家都打过眼。因卷入一桩文物造假案被判入狱8年，出狱后人间蒸发。档案里夹着一张发黄的照片，照片上是一个30来岁的中年人，穿着对襟布衫，站在一尊半人高的青铜鼎旁边。他的五官很普通，但那双眼睛让我的目光停住了。那是一种见过太多东西，再也不容易被什么东西打动的眼神。我见过这种眼神，爷爷临终前就是这种眼神。还有没有别的？王叔又从怀里掏出一张泛黄的便签纸，上面写着一个地址。这是他从监狱出来之后最初租住的地方，在金市老城巷一条叫耳朵眼的胡同里。我把便签纸折好，放进衬衫口袋里。明天一早去金市。我找到那个地址的时候，已经是下午3点。开门的是一个60来岁的老太太，头发花白，围着一条洗得发白的围裙。她打量着我和王叔。找谁？请问张墨林老先生住在这里吗？老太太的脸色变了，她沉默了一会儿，没有回答我的问题，反而问：“你们是干什么的？”我是搞文物研究的，有些事情想向张老先生请教。他死了。老太太说完要关门。老太太，我知道他还活着，我是顾守竹的孙子。老太太的手停在门把上，她抬起头，仔细地看着我的脸，看了很久。进来吧。院子不大，四四方方，中间种着一棵石榴树，枝干虬结，看着有些年头了。墙角堆着几口半人高的大缸，缸口封着塑料布，看不出里面装的是什么。老太太领着我们穿过院子，走进正房。屋子里很暗，窗帘拉得严严实实，空气里有一股中药和陈年灰尘混合的味道。靠墙的床上半躺着一个老人，他比我见过的任何一个人都要老，头发掉得差不多了，剩下几根稀疏的白丝贴在头皮上，脸上的皱纹深得像刀刻的，一条压着一条。整个脸像是被揉过的纸团又被展开，一床薄棉被盖到胸口，露出的手腕细得像2根枯柴，但他的眼睛还亮着，像2粒被埋在灰烬里的火星，不起眼，但没有熄灭。他的声音很沙哑，每个字都像是从嗓子眼里挤出来的。守约的孙子？是，我叫顾景怀，家里排行老3。顾景怀，老人念了一遍这个名字，突然笑了一下，笑得脸上的皱纹都挤在了一起。手拙倒是会起名字，他那个大孙子叫景行，二孙子叫景辉，听着气派，但都是虚的。淮河的淮，水能载舟，也能覆舟，好名字。他指了指床边的凳子，坐。我坐下，王叔自觉地退到了门外。你来找我是为了那本笔记里最后几页？老人开门见山，我心里一惊。爷爷的笔记确实缺了最后几页，那几页是用小刀裁掉的，切口很整齐，显然是有意为之。我翻过那本笔记1000遍，始终想不明白爷爷为什么要裁掉，以及裁掉的纸张上到底写了什么。您知道？我当然知道，那几页是我帮他裁的。老人的目光变得悠远，像是在看很远的地方。我在监狱里认识了守拙，他当时不是犯人，是来给我们上文化画的。他上课讲青铜器的纹饰，讲瓷器的开片，别的犯人都当他在胡扯，只有我听得进去。后来呢？过了好几10年，他突然找到我，让我帮他一个忙。什么忙？帮他仿造一样东西，一样不能让任何人知道的东西。我心里隐约浮现出一个答案，但那个答案太大了，大到我不敢轻易说出口。老人似乎看穿了我的想法。你猜的没错，就是阴阳双印的另外一半，定情印。屋子里安静的只剩下老人的呼吸声。爷爷为什么要仿造定情印？真正的定情印在哪里？在他手里，但他不能让人知道在他手里，所以他找到我，让我仿造了一番假的，然后把真的藏了起来，对外就说那是仿品。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因为有人在找这方印，那个人的势力很大，大到顾守臣不敢和他正面抗衡，所以他用了李代陶章，让人相信真印是假的，假的反而被人当成真的去争夺。我想起了顾影行，他费尽心机
找遍了全国各地的造假高手，想要复制的大概就是那方被爷爷藏起来的定情印，但他不知道，他一直在找的东西，也许就在他眼皮子底下。那方真的定情印，爷爷藏在哪里了？老人看了我一眼，眼神里带着一种复杂的意味。他说过，如果有一天他的后人找到了我，还带来了泰安印，那就说明时候到了。他艰难地抬起手，指了指墙角的那些大缸。第4口缸里有一个青花瓷坛，坛子里就是你要找的东西。我走到墙角，掀开塑料布，缸里全是土。我用手一点一点地挖开，指尖碰到了一样硬物，那是一个青花瓷坛，不大，大概能装2斤酒的样子。坛口用蜜蜡封得严严实实。我把瓷坛搬到老人床前，在他面前打开了封口，坛子里塞满了防潮的丝棉。我一把一把地将丝棉掏出来，最底下是一个锦盒。打开锦盒，黄色的缎面上躺着一方玉印，和泰安印差不多大小，同样材质，同样做工，唯一不同的是印面上的字“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”这8个篆字。泰安印是阳文，而这一方是阴文，阴阳双印。传说中将2方印合在一起，就能得到完整的图案。这个图案就是始皇陵地宫入口的准确方位图。我的手有些发抖，不是因为激动，而是因为恐惧。爷爷为了保住这个东西，隐忍了一辈子。他装成一个不争名利的老学究，窝在老宅里，和一堆破残片打了一辈子交道。所有人都说他没出息，说他不会经营，说他空有一身本事却不知道变现。他不是不知道，他是不能，因为一旦有人注意到他，那个在暗处寻找定情印的势力就会找上门来。爷爷最后那几年，他是不是过得很苦？老人没有回答，他的眼睛看着天花板，沉默了很久。你爷爷这辈子最痛苦的不是穷，不是被人看不起，而是明明掌握了打开一座帝国宝藏的钥匙，却不能去证明自己的判断是对的。他轻轻地叹了一口气。一个搞考古的人，最大的心愿就是亲眼看到自己研究了一辈子的东西出土，但他到死都没能看到。这句话像一根针，扎在我心里最柔软的地方。我想起爷爷教我辨识器物时说过的话：老三，器物有魂，人死了就是死了，但东西会一直活着，他会在土里等几百年，等几千年，等一个能懂他的人把他从黑暗里带出来。现在我终于明白爷爷为什么要把本事传给我，他等的不是别人，是我。3天后，国家文物局的会议室很大，一张椭圆形的红木会议桌占据了大部分空间，桌面上铺着墨绿色的绒布，每一个座位前都摆着名牌和麦克风。我坐在末席，名牌上写着顾景怀2个字，没有头衔，没有单位名称，就一个名字，像个临时加进来的旁听生。对面坐着7、8位专家，年纪最轻的也快60了，他们打量我的目光并不友善，带着一种审视闯入者的倨傲。秦老坐在主位上，表情平静，看不出任何情绪。今天这个会讨论的是要不要重启始皇陵的勘探工作。在座各位都是这个，我的意见很清晰，时机不成熟。始皇陵的规模，光是封土土堆就占地数十万平方米。根据现有的物探数据，地宫位于封土堆下方30米到80米之间，结构极其复杂，风险太大。我同意赵老的意见，导致大量珍贵文物在接触空气的瞬间灰飞烟灭。始皇陵里面的东西金贵得多，我们担不起这个责任。会议室里响起一阵附和声。小顾，秦老的目光转向我，你有什么看法？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到了我身上，那些目光里有好奇，有审视，但更多的是轻视。我站起身，各位老师，我想请大家先看一样东西。我打开第一个锦盒，取出泰安印，又打开第2个锦盒，取出定情印。2方印在灯光下散发着温润的光泽。这是阴阳双印，泰安与定秦。会议室里瞬间炸开了锅，那位姓赵的老专家颤颤巍巍地站起身，掏出放大镜，材质工艺，他的手在发抖，包浆都对，额头沁出了细密的汗珠。这不可能，阴阳双印只存在于文献记载中，从来没有实物出土。这东西你从哪儿得来的？家传。我平静地说，就算有阴阳双印，那又如何？这只能证明这东西存在，不代表我们现在就应该去挖始皇陵。正是，阴阳双印最大的价值不是它本身的文物价值，而是它上面隐藏的信息。我将2方印的印面合在一起，然后拿起一张宣纸附在印面上，用拓包轻轻捶打。1分钟后，我接起宣纸，上面拓出的不是8个字，而是一幅图，一幅由线条和符号组成的地图。线条的交叉点标注着文字。会议室里安静的能听到自己的心跳声。这幅图，我花了2个月的时间来解读。这些线条代表的是地下的水系，这些圆点代表的是不同的岩层。而这个交叉点，我的手指落在地图正中央的位置。这个交叉点不在封土堆下面，它在封土堆东侧，距离封土堆大约2300米。会议室里再次炸开。胡说！赵老急得脸都红了。历代的考古勘探结果都表明，地宫就在封土堆正下方。你这一张不知道从哪儿踏来的图，就想推翻几10年的研究成果？我没有想推翻什么，
我只是提供一种新的可能性。什么可能性？也许封土堆下面那座地宫，不过是始皇帝给盗墓者准备的一个幌子，真正的灵器藏在另一个位置。荒谬！是不是荒谬？验证一下就知道了。我申请对那片区域进行物探，不用动土，不用挖掘，只是探测。如果探测结果证明我的判断是错的，我立刻交出阴阳双印，退出9鼎计划，从此不再碰考古这个行。如果是对的呢？秦老突然开口，我看着他的眼睛。如果是对的，那就证明始皇陵的勘探工作应该按照我的方案来推进。我来负责，我来担责。会议室安静了很长时间，赵老摘下眼镜，用衣角擦拭着镜片，他的脸色很复杂，有激动，有怀疑，有一丝不可置信。小郭同志，你知不知道，如果你的判断是错的，你赌上的不仅是你自己的前途，还有这2方国宝级的文物。我知道，赵老，我不是在赌，我爷爷用了一辈子的时间，就是为了等这一天。他的判断不会错，我的判断也不会错。我将手轻轻按在泰安印上，伸出食指在印钮上轻轻一弹，嗡，那声陈雄的嗡鸣再次响起。诸位听到了吗？这不是一块普通的玉石能发出这样的声音，它的内部结构经历过2000年的变化，吸收了无数独特的气息，最终形成了这样独特的音质。这种音质不是任何现代技术能仿造的，这是时间的声音。没有人说话，所有的专家都盯着那2方印，目光变了，从怀疑变成了震撼。他们的耳朵或许不像我这样敏锐，但他们学了一辈子的专业素养告诉他们，我刚才说的话是对的。文物从来不会说谎，只是有时候人们听不懂他在说什么。闭门会议的结果是同意在目标区域进行一次小范围的物探。秦老在会后找到了我。你今天这手玩得漂亮，以退为进，用自己的退路堵住了所有人的嘴。我不是在玩什么手段，我摇摇头，而就是不想再等了。你爷爷如果还在世，看到你今天的样子，应该会很高兴。也许吧。但他更关心的，应该是我能不能找到那东西。那东西当然是始皇陵，但对我来说，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任务，找到当年那个逼的爷爷藏起定情印的势力。他们还在，我知道他们还在，因为就在我来开会的这段时间，有人在暗中打听我的消息。王叔安排了人手，日夜守在老宅和仓库的周围，拦下了好几波来历不明的访客。这些人很专业，问话滴水不漏，被警察不到任何破绽。但他们犯了一个错误，他们太着急了。一个普通人不会对一个刚刚冒头的顾景怀这么上心，除非他们就是爷爷当年要躲的人。回到仓库已经是深夜，王叔等在门口，脸色有些凝重。先生，京市那边来电话了。什么事儿？张墨林老先生走了，今天下午3点。我站在原地，月光洒在脚边，照亮了地上的一块阴影。什么时候的事儿？大概就是您在会上做汇报的时候。王叔顿了顿，他女儿说老人走的时候很安详，像是睡着了一样。他还在电话里说了一句话，让我转告先生。什么话？我父亲说那几页笔记就夹在顾老爷子书房那本藏针的第3卷，他说你看完就明白了。藏针。爷爷书房的架子上确实有一整套藏针，从第1卷到第12卷，整整齐齐地排在一起。我翻过那些书，但只是为了查找资料，从来没有逐页翻看过。答案一直在那里，只是我不知道。明天去老宅。我对王叔说。那物探的事儿，物探的准备工作，你按照我列的单子去办。我需要一套最新的地质雷达设备，探测深度要达到100米以上。另外，物探队的人员我要亲自筛选。明白。王叔走后，我一个人坐在仓库里，面前放着那个青花瓷坛，瓷坛旁边是阴阳双印，月光从高处的窗户里洒进来，落在玉印上，温润的像一泓秋水。我拿起2方印，在手里轻轻摩挲着，印面冰凉，但我能感觉到一种温度，那不是物理意义上的温度，而是时间积淀下来的温度。2000多年前，有人用这方印在诏书上盖章，有人为了保住这方印付出了生命的代价，有人在黑暗中守护了它一辈子，至死都没有看到它合二为一。而今天，它们终于在我手里合在了一起。我对着月光，将2方印的印面慢慢靠近，5厘米、3厘米、1厘米。当2个印面完全贴合的那一瞬间，轻微的咔嗒声响起，不是碰撞的声音，而是某种机关被触发的声音。印钮上那些我以为只是装饰的纹饰，开始缓缓转，龙纹、云纹、雷纹，一圈一圈地转，每转一个角度，就有一个符号被拼合完整。最后拼出的图案让我愣住了，那不是一个简单的地图，那是一幅完整的工程图纸，上面标注的不只是地宫的位置，还有地宫的内部结构，甬道、正殿、天殿、耳室、明堂、悬室，每一个空间的尺寸、高度、方位都清清楚楚。而正殿的位置，我盯着那个坐标，心脏剧烈地跳动着。那个位置不在勘探范围内的任何地方，它在江城的正下方。鬼首章的女儿寄来了一封信，夹在他生前用过的一本《此经》里。信很短，
毛笔小楷，一笔一画写的一丝不苟，但笔迹明显发颤，看得出来是临终前不久写的。老三，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，我应该已经不在了。你爷爷当年让我仿造定情印，除了用来迷惑那些人，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目的，他希望用那方仿品引出藏在暗处的对手。这个对手叫玄社，最初是一个金石收藏家的雅集组织，但到了30年代，玄社变成了海外古董商在国内的代理人，专门搜刮珍贵古物，走私出境。你爷爷和玄社打了半辈子的交道，他知道很多当年流失在外面的古物都和玄社有关，他想追回来，但他做了一辈子，也只是追回了其中很小的一部分。他不甘心，所以他在生命的最后几年做了一个大胆的计划。他让你二哥顾影辉以为他在找定情印，然后在顾氏集团的收购渠道里释放了这个消息。他想看看谁会对这个消息有反应，如果有反应，那个人就一定是玄社的人。但这个消息引蛇出洞的同时，也给你爷爷带来了杀身之祸。他没有告诉你这件事，是因为那时候你太年轻，他怕你冲动，怕你像他年轻时候一样，拿着一腔热血去撞一个你撞不动的对手。他等了一辈子，等一个你长大的机会。现在你应该长大了，记住，玄社的人很危险，他们不仅有庞大的资金，还有很多打手，你一个人很难斗得过他们，所以不要急着出拳，先把拳头收回来，等你足够强大的那一天，再一拳打出去，把他们打成粉末。张墨林，绝笔。我把信纸折好，放进口袋里。窗外天色已经开始发亮，一夜未眠，但我的精神从来没有这么清醒过。原来所有的谜底，爷爷在10几年前就已经种下了。他把定情印藏起来，让我必须找到鬼手章才能找到。他故意放出消息，让玄社的人以为自己有机会拿到定情印。他让我读了那本笔记1000遍，把所有的本事都刻进骨头里。他甚至选好了时机，不是他在世的时候，而是他去世多年之后，因为他知道，只有等他去世后，玄社的人才会放松警惕，只有等我真正成长起来，才有资格去接他留下的这个局。王叔从门外进来，把我在金市见鬼手章的事情放出去，但细节不要讲，就说我从鬼手章那里拿到了几页笔记。王叔一一记下，明白。另外，去查一下顾氏集团破产清算之后，有哪些买家接手了他们的资产，特别是那些没有被公开拍卖的部分，查清楚最后的流向。还有一件事，我顿了顿，帮我约一下秦老，就说我对九鼎计划的人选有一些额外的建议。物探的结果在1个月后出来了。当物探队把3维成像图打印出来，铺在桌子上的时候，在场所有的专家都沉默了。在我指定的那个位置，地下52米处，存在一个巨大的空腔结构。空腔的长度超过400米，宽度接近200米，高度在12米到18米之间。空腔的形状和我在阴阳双印上破解出来的图纸惊人的吻合。更让人震惊的是，在这个空腔上方还有3层不同深度的建筑遗迹，每一层都用不同的材料填充。最上面是夯土，中间是流沙和碎石，最下面是木炭和白膏泥。这是史书中记载的只存在于始皇陵中的3重天结构。也就是说，我找到的不是地宫的入口，我找到的就是地宫本身。真正的始皇陵不在封土堆下面，也不在任何现有的勘探范围之内，它在江城的正下方。赵老第一个开口，我搞了40年考古，40年研究了30年始皇陵，从来没有想过地宫居然不在封土堆下面。他已经连续工作了10几个小时，眼睛里全是血丝。他转过头看着我，眼神复杂。小顾同志，我必须向你道歉。之前的闭门会议上，我对你的态度是我的不对。赵老客气了，学术上的争论从来都不是个人恩怨。我们现在要做的是一起把这件事做好。说得对，从今天开，九鼎计划的勘探方案就以你给出的坐标为基准来制定。我提议由顾锦川同志担任首席探测家，大家有没有意见？没有人反对。之前那些用审视、怀疑、嫉妒的目光看待我的专家们，此刻的目光全都变了。在绝对的事实面前，所有的偏见都无足轻重。但我没有得意忘形，因为我知道真正的对手从来不是这些老专家。会议结束后，秦老把我叫到了他的办公室。你让我查的事情有眉目了。顾氏集团破产清算的时候，有一批库存的古董没有被进入拍卖程序，而是以极低的价格被一家名叫渊博文化的公司打包收购。这家公司什么来头？但我让人深入上看，这家公司的资金来源绕了7、8道嘛，最后指向了海外几个注册地方的离岸账户。哪里？账户的持有人是一群海外收藏家，其中有一个名字你应该听说过。秦老翻开文件的最后一页，上面印着一张模糊的彩色照片，照片上是一个60来岁的老人，穿着西装，站在一尊青铜器旁边，笑得很温和。照片下面有一个名字，沈怀瑾，海外最大的古董商之一，号称古玩第一人。他有4家私人展览馆，展出的藏品至今数量之巨，连大都会博物馆都望尘莫及。我盯着那张照片，盯着那张温和的笑脸下面的眼睛，那眼睛很平静，像2口深不见底的古井，但古井底下藏着什么东西，没有人知道。他就是玄社的人，至少有70%的把握。不过这个人很难动，他没有犯罪记录，所有的古物都有合法来源证明。就算我们查出他和玄社有关，也没办法让他把东西还回来。我知道，对这些当年把古物偷出去的贼，还是太温柔了。我要让他们自己吐出来。你打算怎么做？不急，玄社的人已经盯上我了。顾氏那批货就是他们投石问裸的棋子，接下来他们会主动来找我的。为什么这么确定？因为我手里有阴阳双印，而阴阳双印是他们寻找了半个世纪的东西，但他们不可能磕头放弃阴阳双印。等他来找我的时候，
主动权就在我手上了。我的判断是正确的。就在雾探结果公布后的第3天，那家名叫渊博文化的公司向我发出了邀请函。邀请函的内容写得很客气，渊博文化将于本月15日在江城的云顶酒店举办一场私人藏品鉴赏会，届时将有数十件海内外回流文物展出，特邀顾景怀先生莅临指导。落款是陈强，墨迹未干，但送信的人已经走了。王叔拿着邀请函翻来覆去的看了几遍。先生，这会不会是鸿门宴？当然是。他们等不及了，雾探结果一公布，全世界都知道赤黄陵就在江城地下，他们必须在此之前拿到阴阳双目，否则等我们正式介入之后，他们就连汤都喝不得。那您还去？去？为什么不去？我站起身，走到墙边，从架子上取下一个锦盒，锦盒里是那方鬼手章仿造的定情印。当然，我让鬼手章的女儿在原件的基础上又做了一些优化。他们想要钥匙，我就给他们钥匙。只不过他们用这方钥匙打开的不会是宝藏的大门，而是监狱的铁门。15号云顶酒店来的人不少，江城古玩界有头有脸的人物几乎都到齐了。我在人群里看到了几张熟悉的面孔，都是当初在顾氏集团上市的庆功宴上对着顾影行点头哈腰的那帮人。陈强是一个40来岁的中年人，但我的耳朵捕捉到了一些普通人不会注意到的细节。他走路的时候，每一步的步幅都精确地控制在一个距离内，这种习惯只会出现在受过严格训练的人身上。他的手指修长干净，指甲修剪得很短，指尖有一层脖颈，那是长期接触古物的标记。更关键的是他的呼吸，一个人表面上可以做到云淡风轻，但他的呼吸骗不了人。陈强跟我握手时，呼吸频率微微加快，不是因为紧张，是因为猎物终于进入了射程范围。顾先生，久仰大名，听说您在顾影行那里受了些委屈，陈某人一直为您感到不平，只是没有机会当面向您表达敬意。他说着客套话，我听着他的声音分析每一个字的真假，真假参半，有一半是真的，他觉得我有本事；另一半是假的，他对我的所谓遭遇毫无感觉。陈总客气了，过去的事就让他过去吧，人总要往前看。说得好，顾先生是成大事的人，胸心果然不是一般人能比的。听说顾先生最近在主持一个项目，我倒是认识几个海外的藏家，对顾先生的这个项目很感兴趣，说不定能帮上什么忙。来了，正题来了。什么项目？顾先生谦虚了，9鼎计划，地宫勘探项目，以海外的资源和影响力与我们合作，项目必然能进行得更顺利。作为回报，也希望能借顾先生的阴阳双运。宴会厅的水晶灯光线明亮刺眼，纯美的红酒在我口中化开一阵凉薄的色意。我的印，我抬起头，就是差点垫了桌角的那一块吗？陈强脸上的笑容微微一僵。顾先生，我们是认真的。巧了，我也是认真的。我将酒杯放回侍者的托盘。回去告诉沈怀令先生，如果他真的想开业，就亲自来江城见我。你还不够格。我拍了拍他僵硬的肩膀，在他耳边低语。身后，陈志强脸上职业化的微笑终于皲裂，一道阴狠的厉色从低垂的眼睑下一闪而过。但这些我都不必在乎。走出宴会厅，巨大的落地窗外是江城深沉的夜色，灯火在我脚下这片古老的土地上绵延成河，生生不息。我的手机震动了一下，一条加密信息跳了出来，是秦老发来的，已锁定渊博及背后所有关联账户与人员动向，若玄社有任何异动，这一次定叫他们有来无回。我攥紧了口袋里的那块粗粝的玉石边角料，感受着它内部那历经3000年淬炼的坚韧。他们想要这把钥匙，那就给他们。不过，我给他们的那把钥匙开启的大门背后，不是他们梦寐以求的帝国金宫，而是一个由我亲手为他们打造的无处可逃的铁门。